今天杰哥来为你们介绍这一把是阿米所制造生产的 Staccato 哦 ，Staccato 这是属于 High Kappa 5.1系列哦，所以它使用的是这个 High Kappa 5.1的弹夹哦。那我们来为各位测试一下弹夹的相容度啦哈。这个是它原厂布阵的，原厂布阵的，来试给各位看一下，压一下，好，会后定好。那再换一下尾翼啊 ，W1 啊，台湾 W1 所制造生产的 High Kappa 5.1弹夹啊，来，这已经上膛了哈，来，好，后定不是那么的确实啊，压在，后定不确实的问题啊，这个是 W1 啊，虽然打起来它的爆发力感觉是不错，可是会有后定不确实的问题啊，马路原厂啊，马路原厂。头 Q 马路来，好，会后定了，好，会后定，好，爆发力也不错，啊，后定没问题，啊，那 KJ 呢？哈 ，KJ 的弹夹，啊，台湾 KJ，啊，哇，怎么会这样呢？啊，应该是，啊，它没有办法推到底，而没有办法推到底的原因，很有可能，极大可能就是这个槽，啊，我们把它弹的底板拿掉看看了哈。在弹夹底板，如果是这个问题，就是把这边打磨哦，因为它卡到这个弹夹颈，好，卡到弹夹颈没有办法整个弹夹往上推，好来上膛了哈，也是没有办法后定了啊，我们试一下，好有没有？我没办法后定，我没办法后定，是可以打啊，是可以打啊，没办法后定啊，但当然了，这个后定的部分啊。里面稍微调整一下，啊，这个问题就应该可以解决。啊，那 TTI 啊，台湾 TTI 啊，这个算是竞技型的哈，这轻量化很轻哦，这弹夹很轻，啊，来，好，没问题，好，会后定，好，会后定，好，好，爆发力也很好，好，爆发力也很好，啊，这个也算不错了哈，这个不错。那如果硬要杰哥推崇的话，杰哥还是蛮建议购买这个 TTI 铝合金啊，超轻量的弹夹啊，这竞技型的这不错啊。那再来这把枪它的弹夹底板啊，这弹夹底板啊，杰克有卖这种铝合金的啊，这铝合金的啊，铝合金的，有4个颜色，有4个颜色。那它每个啊，这个固定螺丝掉了。哦，它每一个弹夹底板哈都有附这个塞子啊，这个装饰的哈就是这样，这个塞子哦，每一个弹夹底板都有附4个颜色的这个塞子，好让你去使用啊哈，说比如说白色的啊，很漂亮啊，啊，来我们做个测试啊，啊，当然啦，好，这个直接就这样拔出来。然后各位也是这个黑色的，哦，那当然了，都会有公差啦，哈，都会有公差，就是要再去做打磨哦。这个阿米原厂弹夹没有办法直接使用，啊，没有办法直接使用。那我们试试看尾翼，哦，尾翼弹夹，哦，尾翼弹夹，这商品，啊，这尾翼弹夹就可以直接使用了哈。尾翼弹夹就可以直接使用。那装上的时候，这边有一颗吉米螺丝，来将这吉米螺丝锁紧。哦，锁紧之后，它就不会拔出来了哈，就没有那么容易拔出来了。然后放松，放松，啊，你看它放松就会这样，啊，顶多就是拉到这里就卡住了。好，然后这里按压，啊，就这样，啊，这是尾翼。啊，这是唯一的部分了哈。来，等一下哈，看看刚刚推崇的 TTI， 啊 ，TTI 弹夹底板也是很漂亮啊，啊，啊，那也是直接拔，啊，是直接拔，
我们试这个银色的看看哈，可以可以很松可以直接上。那 TTI 底板因为它灌气不是在这个底板，它是在这里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塞子塞入原厂试样就是长这样哈。然后这个六角螺丝、吉米螺丝锁上所以 TTI 还可以改这个弹夹底板，整体起来就这样，就这样。然后这个是原厂的，原厂的这个是阿明原厂的，原厂出品的，还是这样。比对一下大致上是这样。那当然啦，原厂的它里面还有附赠一个，也是这个塞子，一样意思都是这种星星造型的，一样意思。那它这个直接从这里放入的时候对准，稍微敲一下，把它敲进去卡住。这个应该也是会有掉的机会啦，所以要注意。那它灌瓦斯就是这整个抽出来，这样灌，灌完之后再塞回去，就这样，这部分要注意免得它掉了，免得它掉了，这个原厂有附了原厂有附，就这样然后我们把它复原了这部分复原，这塞子拿出，这归位了。TTI 它也是直接这样塞进去，就这样弹夹的部分相容度的部分就这样，那再来杰哥来教各位更换，弹夹先取下了更换这个阿玛转接板更换这个阿玛转接板，这阿玛转接板这更换很简单这边有一颗六角螺丝这六角螺丝1.5 mm 的1.5 mm 的逆时钟方向旋转，逆时钟方向旋转，然后这颗螺丝转到底就可以取下，这个后罩门就整块可以取下了，这个螺丝在这边这个螺丝在这里，然后注意这边有一条附近簧，这飞机的附近簧飞机附近簧，这样一倒会倒出来，这个等一下在装的时候，拆装的时候特别小心，不要掉了不要掉了，这飞机附近簧就在这里，然后这转接板就直接这样放入，那原厂的这个后罩门这个部分要特别注意，它前面有一个凸点，如果要装回这个凸点要先卡入，就是像这样先卡入往前推，这样子，因为它是靠前面这边插入，后面螺丝锁上，做固定。那如果要换这个转接板就不需要了，因为它前面没有这个插槽，就直接放上，然后它有附赠这个螺丝，附赠这螺丝，这螺丝锁紧，这螺丝锁紧，然后还有2颗后面，所以这个它固定的很扎实这螺丝它固定的非常的扎实，这应该是杰哥看过阿尔玛转接板固定的最扎实的一把枪，以原厂状态来说啦，螺丝锁最多的，那就可以上这个阿尔玛。那当然啦，这个阿尔玛的螺丝它就没附了锁这个阿尔玛的螺丝，因为每一家阿尔玛的规格都会有点不一样，这个距离啦、螺丝的位置螺丝位置是一样，可是这个厚薄的距离会不一样所以这个螺丝要自己去找，这个螺丝还蛮好找的啦
它的规格是一般的市售螺丝行都买得到的规格，哦，不是那种英制的，哦，那就麻烦了，就锁上了，就这样，很简单，很简单，这部分就非常简单。然后后罩门哈，再把后罩门锁上。这个后罩门是这样推进去，所以这个螺丝有没有锁到底的话是推不进去的啊。这螺丝要锁到底，平整之后，这后罩门是这样就尾槽的方式进去，然后这根螺丝它有附一根这个螺丝，后罩门，后罩门是原厂附赠的然后再这样锁上，整体上就这样，好，很漂亮，这个转接板原厂送的后罩门也是原厂送的，唯独这个 RMR 是要自己自行购买。那再来，杰哥再教各位如何换管皮管皮来，首先将滑套卸下，滑套拉至定位点注意这边有两个沟槽第一个沟槽对准这个滑套释放钮这个凸点这里对准那里面也有一个小凸点往洞看进去有一个小凸点，然后在这边按压这个圆圈圈这个圆的按压这个滑套释放钮就可以取下这个也叫枪身结合销啦，也可以叫滑套释放钮然后整个滑套就可以滑出就这样下枪身暂时用不到，我们放到旁边了然后将附近环导杆附近环总成抽出这边有一个附近环衬套在这个地方用指甲稍微勾一下就把这个附近环衬套勾出来拉到底注意这个时候黄力很强会弹出来一定要顶好放开附近环衬套、附近环弹簧、附近环导杆来把它稍微归位来，然后外相环总成滑套的部分就这样来，我们再教各位如何拆装这个飞机座我们先把 RMR 拆除了先把这个 RMR 拆除，我们把它复原成原始状态就是原枪来的时候的状态我们把它复原成那个状态了来，先把这个都拆除。把这些都拆除。先把这些拆除。飞机簧注意装上。这个螺丝也本来在上面把它锁紧。然后我们现在把飞机总成拆除，这边有一颗六角螺丝，这个是2.0的逆时钟方向旋转，逆时钟方向旋转。螺丝还蛮长的，好，转出，转出是这样然后飞机总成就可以取下，然后这个飞机簧注意这飞机簧刚好塞了这边有个沟槽，然后飞机就可以取下。所有的枪不管是长枪或者是手枪，飞机都是算是消耗品然后这个活塞看起来不错啦，质感不错，感觉起来像是改装的感觉
做的真的是不错，然后把它放回，然后把这个飞机房也一并放回。好，放的时候注意哦，如果倾斜度过大，它就极有可能会掉出来这个有点要注意注意的这个地方。然后花套就这样，然后就这样放入这个方向压着压着，然后翻过来，然后确认一下是否做动正常，做动正常，我们将这个尾盖锁上，将这个尾盖锁上这螺丝锁的有点长所以要花一点时间。好，锁紧确认再确认一次锁紧了。整体上就这样嘛。好，然后就滑套暂时用不到，放到旁边。我们现在就拿这个后部总成把后部总成从外腔环总成取出，就这样拿就出来了。这个部分我们看一下了分解。这个先把这2颗十字小螺丝拆除，逆时钟方向，逆时钟方向，拆除，旋转，这个螺丝拆除放这里，放这里，然后盖子这样往上掀开，就打开了。它其实这个后坡座它的设计也是算是改装品了啦。这个后坡座它的设计算是改装品了。这个后坡座有点像风月这个后坡座，几乎快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个后坡座可以选择换跟不换啦其实是不需要换的啦，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一个商品。看看把它盖上去看看看看密合度，当然不一样当然是不同工厂做出来的，可是它的设计理念是一模一样的是一模一样的。来，我们把这个拆除了下压杆拿出来，然后管皮，然后转轮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一个转轮？这转轮我们就不取出了啦看就这样，是不是一模一样？然后再来，它这个下压也跟它是一样，是加厚加厚加粗加厚加粗的是一模一样的规格。它跟它唯一不一样就是它没有这个下压块这下压块应该是可以直接在另购装上就可以了对了，可以啦就直接你再购买这个下压块再装上就可以了所以 Hopper 座是不需要换的啦是不需要换的，因为换了之后也跟风月的是一模一样，你只要再买一个下压块装上这个叫做 i key 啦 i key i key 的部分装上就可以了只要这样就可以了这个针就不复原了再装一个 i key 就可以了那这个部分就不需要换。那管皮呢管皮当然这个皮杰哥看起来是真的是不错啦，这个真的不错，这个管皮是不错的那当然有些人他还是会有他的信仰那我们这一次在教学的时候，就是把管跟皮一并换掉那管确实是不好啦，杰哥觉得管不好，这皮可以可是，在影片中我还是全部都把它换掉这个就换掉嘛换掉就放旁边放这里。杰哥换的当然忘记讲，它这个管原厂是100 mini 10公分100 mini 100 mm 10公分那杰哥100公分装上去的话是到这个地方切齐，就等于是这样这样切齐有没有？注意看这里
啊，大概是这样切起。那杰哥把它装到一致哦，一拜哦，就是113哦，113会变成这样哦。那当然1寸长1寸强啊哈。那它这里面哈，它有做缩口，有做缩口，管进去的时候它不会晃哦，不错哦。前方这边有做缩口哦，这打出去的时候，这内管不会在枪管里面这样晃哦，不错啊哦，这个地方前面有做这个缩口，不错哦，所以打出去它的准确度一定是很好的。哦，那杰哥也换了这个哦，这个是狂派哦60度的皮哦，然后它这个前面也有一个 C 型扣，这 C 型扣也是主要是要做缩口哦，当飞机插入这个后背皮的时候哦，它会被这个 C 型扣紧紧的包覆住哦，然后使得它气体不会从旁边外泄哦，这个设计上是不错的哦，所以就虽然它原厂皮很好，可是有些皮上还是会有一些它独特的设计啦哈，独特的设计。然后这里面沟槽啊，对准这个沟槽啊，插入插入，这样就可以了。然后这边有个凸点，定位点啊，放入啊，对准这边，有没有？这边有一个洞啊，放入这个定位点啊，确定是否完全插入啊，是啊，然后下压杆。好，那刚刚杰哥讲的，也可以买这个 I key 装在这下压杆上，啊，装在这下压杆上，好，就这样。我要把辅助全部放松。我确认一下，好，都有插入沟槽了。看一下 OPPO 现在呈现的状态。哦，不建议哈，杰哥不建议装 iKey 啊。测试结果，杰哥不建议装 iKey 哦，直接这样使用就可以了啊，直接这样使用就好了。哦，不要装 iKey， 因为装了 iKey 下压就过头了，它的下压部分啊就呈现出来没有那么漂亮。这样装上，直接装就可以了啊，不要装 iKey。然后将这2颗小螺丝锁上，将这2颗小螺丝锁上。哦，顺时钟方向锁哈。啊，这个牙很细哈，在锁的时候特别注意，对准再锁，这时候就好了。啊，这个选用的这是枫叶出品的风力管，113mm，然后放入，它会到哪里？到这里，这算是非常极致的长度了。好，到这里，然后又加上它内外腔管有缩口哦，所以它这个管是不会摇晃的哦，是摇晃度很小啦，哈，摇晃度很小，还是会摇晃哦，摇晃度很小啊，那射击的准确度会更好。然后放进去啊，放进去，然后再将钨型黄导杆总成，啊，就这样按压，注意哈，要抓好，要不然会弹出来哦。放入，敲一下。那整体上就好了。插入沟槽，推到底，推到这个原本这个定位孔，将枪身结合销插入，压到底。好了，我们试一下哈，就这样。那么内管就到这里。如果比较讲究性能的啦哈，这个就可以到这里。那如果不讲究性能的，就是要以美感来讲，那就是120mm长度，
就是原厂的长度这部分这样，我们先把它激发掉还是弹夹取下好了。那还可以装这个枪灯装这个枪灯这个沟槽滑路这个选样这是X300啦X300 UA UA U 会跟这个枪口切齐了那还有这个枪套选用这个枪套，外露式枪套，这个很帅如果你的枪很帅，装这个就更帅了这就直接这样扣进去这样扣进去从侧面扣进去，然后腰带在这里，就这样外露式你整把枪都外露在外面那扎实度很好扎实度很好然后也不太用怕弹夹会按压到，因为这个地方它是整个有保护住不会不小心去按到弹夹释放钮有些枪套容易不小心按到弹夹释放钮，然后弹夹就掉了这个不会这个不会那如果取出呢，这按压按压之后，就像挂在腰间嘛，按压之后往下按压就可以从旁边取下，然后如何放回，就这样扣到底，扣到底就卡住了，卡榫就弹出来，然后再按压这样然后这样按压这样就到底了。好，整体上是这样今天杰哥为你介绍这些喜欢的话，以上商品喜欢的话，杰哥卖场下标即可，谢谢。今天杰哥来为你们测试的这一把是阿米所制造生产的型号为Staccato Staccato这5.1的系列版本了那我们首先卸下弹夹、灌瓦斯跟灌 BB 弹这弹夹释放钮在这里，按压弹夹就会滑落那灌瓦斯的时候，它这个原本这边有一个孔那也有布这个塞子，那当你把塞子塞上往后再灌瓦斯就是要这样整个抽出来然后将瓦斯瓦斯灌在上，弹夹在下了按压5至7秒5至7秒就可以了记得弹夹要朝下瓦斯灌在上，再灌得下去，然后往内压那再装 BB 弹这个是0.2的0.2克的 BB 弹，当顶弹头将这顶弹头用指甲扣到底从这边呈45度挤压 BB 弹这样拿这个钳弹器将 BB 弹挤压BB 弹就会这样呈现左右排列如果有空格的话，那是不影响射击比如说这边空了一格不影响射击，只会少装一发啦少装一发，全部可以装22发。那如果有空格，就会少装就会容量减少那这把枪它的 hop 调整hop 调整系统在滑套里面就是它的 hop 总成首先杰哥教你们如何调整 hop 将滑套取下拉到定位点就是这边有一个缺口，然后按压这里按压这里按压枪身结合销就可以取下，然后抽出来这边有个转轮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个转轮这转轮往右拨就是逆时钟方向hop 增加往前就是顺时钟方向就是 hop 减少就这样。那我们再补充说明了那这个下枪身火控的部分击锤的部分是钢制这个保险钮的部分是亚铅铝合金然后这个虎口保险也是这算是亚铅铝合金然后这钢制弹夹释放钮是钢制扳机铝合金然后这些内钩配件这个都是钢制的撞针呢撞针看看它撞针部分也是钢制的顶针顶针部分也是钢制的那下枪身下枪身是金属的啦金属的下握把是工业尼龙塑胶弹夹颈弹夹颈算是铝合金然后插销钢制就这样，整体上下枪身的材质大致上是这样然后我们把它装回来滑套装回
插入沟槽，啊这边压一下，啊影响滑套进入，啊拉到底，然后强绳结合销，压入，好，好，好，来上弹夹啦哈，上弹夹。第一发一定要上弹，跟真枪一样。好，第一发一定要上弹，放掉。好，来，98.1、96.9、95.9、94.5、92.6、93.0、93.1、92.1、92.1、91.0。好，我们把它快速击发哈，打完哈。打完之后，它会跟真枪一样后定。好，这就是没有子弹了哈，没有子弹它就会后定，就没有办法再击发。好，那如何将滑套释放？好，这边有个滑套释放钮，往下拨，好，滑套就会归位释放。好，来，好，没子弹就会这样哈。然后再来保险的部分，这里还有这里，好，这是联动的哦，好，这是联动的，啊，有没有联动的？啊，这保险是联动的。啊，当你这个是虎口保险啊，当你虎口保险按压的时候，这个保险机械式保险往上，哦，它是没办法激发。好，然后我们把它拨下来哈，我们从这边拨了哈，啊，从这边拨，好，好，它就会激发了哈，好，那如果这边没有按压，哦，虎口保险没有按压，是没办法激发的，哦，哪怕你现在保险已经解除，哦，可以射击的状态之下，也是没有办法激发，一定要按压这个虎口保险，啊，这虎口保险按压了，啊，它就可以激发，有没有看到？好，它就可以激发，好，它就可以激发。好，那保险打开，哦，哪怕你按压也是不能激发，好，保险取消，好，没有按压也没有办法激发，按压之后它就有办法激发，哦，没瓦斯了，啊，整体上大致上是这样，啊，喜欢的话欢迎杰哥卖场下标即可，谢谢。